欢迎您回到环宇全世界。我们都知道，2月4号这一天，中美俄3国的元首分别各自通了话。不过这一次呢，看到是中方主动先打给俄罗斯，由习近平和普丁先透过视讯通话，然后呢，再来就是呢，中美两国，也就是习近平跟川普是用电话热线。那么跟习近平通完话之后，川普也立刻在他的 Truth Social 社群上面发文表示，他说呢。这个刚刚打的这一通呢是非常精彩，而且时间很长，内容深入的通话，双方讨论了很多项的重要议题，整体气氛他说是非常正面。那习近平呢在同一天呢跟川普谈话之前，我们刚刚提到了，他是先打给了普丁，而且是视讯通话。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叫做金灿荣他就说呢，他分析这次习近平跟普丁、川普分别谈话有2个重要的背景，第一个就是俄美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到期了，全球战略稳定会因为这个条约的到期而受到挑战跟冲击。第二个就是伊朗的局势是重中之重，美国其实很想把伊朗拿下，但是呢没有十足的把握。上一段我们特别提到了，现在伊朗议题呢，美国是很小心翼翼的在处理。所以黄老师这次在通话上面顺序很重要，先打给普丁，再打给川普，而且呢，跟俄方是视讯通话，跟美方是热线通话，营造的我们刚才提到了1+1是大于1的，有这样的一个态势吗？新3国吗？其实，通话的顺序北京方面可能有一定的想法，可是真正发生视讯通话或者是通了热线电话的时间点，也不是北京一家说了算，有可能是大家配合这个大陆领导人习近平的时间，也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在忙，所以先后顺序有改过。我在国际外交上面那个事后诸葛当然不少，但是有很多事前没有预判的巧合也很多很多。所以我自己在资讯不完整的情况之下，我不敢说是不是北京就想好了，然后俄罗斯跟美国配合他的时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金灿荣讲的那2个议题是想当然耳嘛，一个就是这个 START， 就是财务条约，时间到了，美国已经讲了很久，就是说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核子弹道飞弹核能力不断在加强，那么会不会因为加强改变中国大陆原来的永远不做第一级的这个核战略会不会改变？这个是美国比较担忧的。对，那当然中国立场，你们核弹那么多，我才几百枚，美国是最多的，然后你现在硬把我拉进来，就想要又用一个什么以规则为基础的什么东西规范，到时候又限制我的核武发展。那中国大陆要做核试验，美国川普也想做核试验，对，所以今天俄罗斯就算想要叫大家说先续约或者什么，还是有很多的困难。那我觉得伊朗是这次通话的关键因为就是那个所有部队已经开在家门口了，会不会打起来？我觉得俄罗斯跟中国在伊朗的利益，还有很多中东他们过去的所部署的这种战略伙伴，伊朗本来就是中国、俄罗斯、伊朗跟巴基斯坦被归为4个就是引起世界动乱的这个轴心嘛。对，那伊朗如果真的也像在西半球一样，这个被美国的这样子一下子压制住的话，那对中国利益损失太大。OK， 这个问题邱老师怎么看呢？因为刚刚我们特别讨论到说，虽然顺序上面是颇有令人玩味之处但我相信像黄老师之前我们也曾经讨论到，先前的预备一定都是双方的幕僚都已经讲好的所以才会按照时间这样来打他要营造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我觉得其实从今年年初，应该大家会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的年初，从委内瑞拉的事件，那大家应该会看得比较清楚，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节目里面就一直不断在提醒大家，就是目前现在整个全球的格局正在由原本一级超强
慢慢变成多极化的格局，而这个多极化的格局，并不会有太多极。那目前看起来就是美国、俄罗斯、中国这3个，因为对川普一直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在欧洲的议题上面没有俄罗斯的合作，美国很难推展很多美国自己主要的 agenda。对，那在亚太这个方向，如果不跟中国合作的话，其实美国也很难去达到美国想要达到拿到他自己的国家利益。所以慢慢，其实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前一段时间有人讲说雅尔达2.0，但是现在其实比较像，我觉得比较像一个三极之间的动态平衡。那你说美国跟俄罗斯跟中国，那他们在不同，就是这3个不同的强国之间，他们的平衡是动态的，也就是我针对某些议题我们可以合作，是那针对某些议题我们可能是竞争的关系，但是透过这种至少可以稳定下来，就是美国就比较不像以前美国说要打哪一个国家就可以打哪一个国家，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习近平这次打电话分别联络俄罗斯跟美国，其实就是在做这种折冲的动作。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刚刚特别点出了像古代3国哈，就是3种这个3足鼎立，就代表一种权力的其中某种的一种平衡状态。那邱老师又是怎么看？画面中间我们来看哈，就是谈到说财务这个条约到期了，那川普现在的意思呢是说我们再另新的一个规范。好，川普呢他说，我们再另一个新的规范哈，与其延长现有的条约。因为这个延长条约是俄方提出的哈，是自动续约吧，到期就自动续约。可川普说呢，应该让美国的核武专家制定一项全新改良而且是现代化的条约，旧的已经过时了，我们再立新的约。好，那当然这个背后的策略呢，刚才黄老师也点到，拉中入局，把中国大陆拉进来，所以呢可以减少中国大陆的核武数量。可是呢，中方这边来看哈，中方裁军军务大使沈健他说，中方目前不准备加入新核武的相关谈判，因为呢，中方的核武库规模远小于美俄双方啊。这个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把美俄的远程核弹这个数量呢，上限设定是1550枚。因为根据现在的统计啊，在画面下方你可以看到，美国呢到2024年年底，他们自己做了一个计算，中方的核武器库存大概是600多枚。可是跟美俄双方来比，这个都是4-5千枚以上的哈，这个所以你要拉中入局可能吗？那到期之后的美中俄3国的核武竞赛怎么发展？第一个就是我们要知道，维护一个很大的核武库是很花钱的。对，不管是美国还是俄罗斯，那以前我们经常笑俄罗斯的国防预算，陆军或者是海军跟空军拿到分配到都很少。俄罗斯最主要，他们的年度国防预算大头都拿去维护核武了。同样对美国也是一样，所以你拥有一个7000枚、6000枚这么庞大的核武库，是非常消耗资源，而且你说实在，你这么多核弹头，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用。为什么？因为一旦发生核战，那可能600枚之后，地球就不见了，你剩下来那么多也没有用。是。那这个是我想要先让大家知道，就是核装置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们讲求是有效的核装置，也就是你可以投射到对方的领土上，而且可以保证把你所想要摧毁的地方摧毁，足够这个数量就好。但是这个数量要多少，就关系到这3个核武强国，或者是所有拥有核武国家的。他认为的敌对跟他认为的核威慑战略，那比如说对朝鲜来说，朝鲜它的核威慑战略就很简单，谁打我打日本，所以它数量不需要很多，那它只要维持这个数量就好。但是对美国、俄罗斯跟中国，其实都必须要考虑说，那这一波之后，美国的盟友手上有核弹头的，会不会对我反击？对。所以他永远要估计更高的数量。那这个是先让大家了解说，核威慑这个战略跟一般是不一样。对。但是中国一定不会谈，为什么？
你们现在一家有7000枚，一家有6000枚，你们来跟我这个只有600枚谈，那可以啊，我们可以谈。那请你们先把6000枚削减到600枚，对，我们大家都一样嘛，都600枚，大家都一样。因为你降到一样的程度，我们才能谈。所以你看，中方现在已经表态了嘛，说这个现阶段是不适合进到这个所谓的新合约里面哈。这个真的是谈来的哈，但是现在有一件事情也很值得玩味哈，就是日本方面，我们看到2月8号日本众议院的选举要投票，那么川普呢在2月6号这一天他也发文，他就针对这个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啊，他就力挺他。在贴文当中，他说这次选举的结果对日本的未来非常重要。高市早苗证明他是一位坚强、有力又睿智的领导人，而且他真心爱护自己的国家。他也提到了一个日期，他说期待3月19号欢迎高市到白宫。啊，这个是在为高市助选吗？还是已经确定了高市应该就是要胜选无误了？南华早报独家披露啊，高市早苗发表台湾有事论这个几天之内呢，中国大陆方面呢立刻召集了东南亚各国使节，举行了一场会议，那支持中方对高市言论的立场，也希望能够凸显呢对于这个日本方面这个高市早苗引发的争议言论呢，那表达一定程度支持中方的力道。那现在我要来问的就是说呢，川普他点了一个日期，3月19号这一天哦，那也就是在4月他访问中国大陆之前，他会先见高市早苗。不过当中令人玩味有蹊跷的，会不会是他要先跟高市说些什么？因为现在中日关系是非常的糟糕，他是要下一些指导棋吗？你觉得？我觉得不用，这个日期的安排不用太过度分析了，毕竟美国跟日本是盟友啊。美国总统跟日本首相每年会几次见面，不管是双边的会议，或者在多边组织、高峰会等等的场合都会见面，所以其实每年都会见面几次了。而且其实现在已经确定了高市早苗会继任了。那对川普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不是日本对台湾的说法或动作，那是什么呢？贸易协定啊，钱会不会到位呢？你现在你连任成功，那去年前的贸易协定就要开始履约了。对啊，钱呢？日本答应投资美国那么多钱了，对不对？答应买那么多美国东西，因为之前本来说权力还不够稳固，所以现在川普的想法是好了，欢迎你。恭喜你，选举成功，欢迎你再来白宫，恭喜你全面执政，接下来就请你履约，是这样子吗？对，所以其实对川普来说，他看日本，他看高市早苗连任成功，那重点是钱呢，真的。所以不会谈到中日关系，你觉得吗？当然，尤其是幕僚团队是会鼓励，会希望总统会在这个议题上花很多时间。但是我们都知道，川普在看各国的美国的跟各国的关系，还是以贸易为主，而且对川普来说认真一点，对他来说有几个去年贸易协定最重要，那是欧盟、日本跟南韩，因为这几个都有承诺好大金额的投资，对美国好大的投资，对不对 ？OK， 所以当然在其中选举前，他希望日本、南韩、欧盟的钱到位了。好，所以接下来有一个观察的时间点，就在于说3月19号高市见了川普到大陆去见习近平这一段期间，日本方面会不会有什么特别让大家觉得在中日关系上面所做出的一些调整或变化？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